好哥，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 UP 主后台，这是我们第4期，好久没有做了。但这次我们拜访的 UP 主真的很特别，他没有所谓的团队，他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幕后，但是他只靠自己的脑子就获得了今年 B 站2022年的年度最佳作品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哥猜想一哥老师，那个二舅视频的作者。在百大的时候，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聊了很久，我个人是真的大受震撼，很少有这种感觉。他当过猿辅导的金牌历史讲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但他完全不会做视频。你现在所看到这些作品，都是他拜托他老婆帮他做的，他只是写稿的。所以他的爆火到底是运气，还是必然的？那这期后台我们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希望挑战去解构他的创作思路。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去他的创作空间转了一圈。欢迎来自杭州的朋友。这是我最近见过最离谱的事了，我们的摄影在后面狂奔，我们2个UP主骑在电动车上面。这就是我的工作室，2张桌子，这张是我媳妇儿的，这张是我的。我在这边把选题定出来，然后把稿子写出来，然后立马传给他，然后他在 PR 上做出一点什么动画呀，一些什么样的效果来，然后就发布了。好多书啊！这些书全都不是我的，就这个书柜里、书架里面的书，每一本都是房东的。乳腺癌的预防、尿毒症的防治与康复，你根本不知道房东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我好奇你的选题，你是怎么样来设立选题？你是想到一个就写一个，想到一个就写一个，还是会储备很多这样？就选题上，其实我是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就是我走着坐着，我都会想选题。其实我现在手头上有几百个选题，可能差不多有上千个选题。OK， 我很想看一下你的选题库，可以看吗？可以看。把你先进的笔记本电脑拔下来，再给怎么了？这电池坏了，一拔它就会死机。它坏了，我去中关村去修，他把我电池给我偷换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一定能给我修的板板正正的，结果到最后12个螺丝少了10个，只剩下2个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真的只剩2个，你还真没骗我，这最骚的。对，只有这里有2个。所以你小心点，因为它有可能会变成2个笔记本电脑。这就是今年年度最佳作品诞生的地方。你看，这就是我的选题。我靠！我可以说你的创作非常的纯粹，因为你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什么别的复杂的东西。对我，因为我老是会深深戚戚的想，因为你刚才发射了卫星，我就特别想研究一下这个空间站里面如何实现这个正常的性行为。你这跨越也太大了吧！我们只是刚说了卫星，你怎么就在空间站里面实施正常的性行为了，哥？对你其实你包括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正在刷新闻，你就说出现了一个命案，然后到最后他不光有刑事责任，他有民事赔偿，他要赔给他多少钱？那我就会特别好奇，一条人命到底值多少钱？这个计算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我杀了你和你杀了我们赔给对方的钱会不会不一样？我就会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去研究。就光你说出来，我就会知道这个会火。对，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咱俩谁比较贵嘛。对，这个谁比较贵呢？在交流中，我发现一哥做知识区内容最重要的环节有3个：选题、调研还有文案。他会不断的积累选题，然后分门别类，把它们划分为 S 级、A 级还有 B 级，还会根据时效性、话题还有切入角度的变化来动态调整这些分级，然后再从当下 S 级选题里面优中选优，可以说是自己卷自己的一个典范。那调研会占据他80%的创作时间，每一篇稿子平均需要看4到5本左右的工具书、教科书，还有大量的论文。那所有的文案技巧都是建立在尽可能严谨的基础之上再来做的。OK，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找一个你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你会查阅的资料量大概有多少？就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写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涉及到一个就是珍珠港事件嘛，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7号。1941年12月7号是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183架轰炸机。我在写的时候，我需要精准的知道它起飞的时间是多少。结果呢，中国的史料、日本的史料和美国的史料存在3种不同的说法。你要知道，当时日本很简单，就是日本时间。中国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北京时间东八区。你知道抗战的时候我们不是东八区吗？那是我们叫龙属时间，我们是东西区，因为迁都重庆，后来又改过来了。那这份史料它是改之前写的还是改之后写的呢？它可差着1个小时呢。那美国他去袭击夏威夷，他是夏威夷时间还是华盛顿时间？华盛顿时间是美国的东部时间，那是西5区啊。
所以就一整天10几个小时，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反复的比对，到最后就比对出来了一个几小时几点的这么一个东西。现在你这个我们知道你的选题还有你的调研的过程，你开始写文案了。文案你有什么技巧吗？你会怎么写？把所有的资料都查完，把所有的框架都搭起来之后，然后我就会在里面开始润色。第一遍，你会脑子里面自然而然的加上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加上了之后呢，你就要开始把你认为所有的一些爽点，全部用红色标注出来。标成红色之后，然后你就把这个4页的 Word 文档全部缩小到1页上，看它这个红色的分布。到最后你能够达到整个这篇文章，第一它均匀，它的高潮点红色的分布；第二它密集，那它这个传播性可能就会比较好。这个方法也算是我听过非常直观的一个方法，能够来帮你分解用户的这个，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匹配出来。假如说你有一篇标红的文章给我们，应该是和弹幕高潮点是有这个对应的。对。对于一哥的创作来说，他对于文字的理解有着超出我预想的敏锐还有考究，甚至因为他，我就不得不开始怀疑，小时候我们刷过的那些阅读理解题，可能真的不是瞎编的，也许真的不是过度解读。我们在3天前给他布置的题目是2018年全国高考1卷的作文题，但是光写作文这没意思，对吧？我们希望他能用不同的文风来写这么一小段，所以今天也是他交卷的日子。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揭晓答案的时候，准备了3天。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啊，你让我写的那个应试版那个呢，我就特别不愿意写，而且它这里面都是一些很常见的套路，大家都上过高中都知道，你刚上来整点唬人的小名言，国内的搭配点国外的，再举点励志的小例子，近代的再搭配点古代的，开头结尾再整上一点抒情的小排比，800字凑齐了。所以我昨天晚上坐在马桶上，我就临时想了几句，就是整点抒情的小排比，大部分学生有可能会写成说啊，18岁的青春，比如说是红色的，因为什么什么；18岁的青春是绿色的，因为什么什么。但这样呢就很难得高分，因为它没有新意，很难抓住阅卷老师的眼睛。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一点点的巧思，整点花活。你比如说18岁的青年，18岁，哎，18是个数字，那我能不能都用数字来排比呢？那除了18，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数字呢？家国情怀这个时候要上来了，14亿，56个民族，上下5000年，960万平方公里，这也算是个小方法论了。然后你就把它连起来，你看，你比如说，我简单写了几句：18岁的陆岔，身后托依着14亿波化，广众见广厦；18岁的仰望，心中炽热着56番滚烫，群族谱群唱。18岁的志气，梦中波澜着5000年的神秘，古国存古意。18岁的单薄，脚下雄浑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巍峨，后土在厚德。然后后面你可以再加上一句，比如中国青年生长于斯，念兹在兹。你甚至你知道还可以怎么做吗？你不要直接写下一个，你加个破折号，后面写上题记。或者叫写在前面，它没有意义啊，但是它会莫名的显得很上流。仔仔你好，我恁爹，快高考了吧？别紧张，这次考试以你的实力，一定能为自己此生的求学生涯画上一个猝不及防的句号。以后再见就是在社会上了。但如果你万一考上了，这4年你一定要学会读 PPT。这样就算其他的啥都不会，将来最起码还能当个大学老师。千万不要在身上纹对象的名字，如果爹拦不住你，那也一定要纹缩写。爹腹股沟上方纹的 HXZM，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核心最美。虽然这么多年来跟你妈翻译的一直都是华夏正脉，不要逢人就优雅自嘲是外貌协会，你这副尊容也配。听爹的，找个既能逗闷子又能拜把子的可爱女人共度一生。你爷爷那会儿只能生爹一个，爹有你那会儿就能生2个了。你结婚后允许生3个，你的孩子大概率还能让生更多。这可能就是我国著名人口学家老子说的1生2，2生3，三生万物吧。爹从小就不爱学习，当年济南城里一片天，谁见你爹都得递根烟。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微信名叫国服第1鲁班一发入魂，现在叫下水管道疏通半小时上门。
爹小时候的梦想是风狼居胥，乐时嫣然，现在爹爱国全靠键盘。爹以前最爱说人民万岁，现在挂在嘴边的却是老板说的对。哎，时代推人走，谁走不咳嗽。就交代这么多吧，我的仔啊，欢迎来到成人世界。My son, welcome to Paul。一哥顿首后袖作前，成命勿养，幸深。足下年龄若冠，出力于世。皎皎兮指路彩霜，飒飒兮龟姿昆态，夺人目睛，貌兮美矣。岁古之时，天地初辟，神州开蒙历千祀而不绝。进士以将，西戎寇关，东直道国，悬兆民于一线。禽守困疾，何物极而不反？外阳厉恶，竟因恶而无果。达兮一兮，衍业百年。辛酉之岁，国之助时，兴献楚地，赤之革命，要出东方。犯此撒载，使夫中土一安，生齿日繁。然青年以来，内自利益流布，外附边臣尽晓。矫绪兮奥米克戎，渺渺此容何日可克？兜转兮阴染阳康，重重金康几时复养？东海波谲，太平洋图具齐名，西水云轨，印度洋渐复其时。经此一役，每解我汉家黎庶之多恶多疾，决自思故，长叹诸列国相间之何惧何急。西历2035，岁在乙卯，既物类行役，吾臣披子怀黄，图身之事，以苦虑劳情，常怀出清盛澜，谋国之志。呜呼！天道为灾，国运之忧不可久畏，人愿弘毅，诸夏之华，当在如备。太牛了！哇，我觉得这以后应该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假如我请一堆 UP 主，然后来写高考作文和你来批卷，我很好奇 UP 主们最后能拿几分这个作文。我感觉我应该是完蛋的。我想看是文梗的，说耿哥，哇，这应该是个挺好的选题。说真的，这3种问题你都可以了。你能不能再来整个活什么的？假如同样的题目，你还有什么能整的？我看过你喊麦。你是说是在课上的吗？那个太经典了，在网课上喊麦的那个。我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双看过他的眼睛。啊！太冷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从我兜里掏出来的哆啦 A 梦话筒。这是小天才演讲比赛话筒吗？感受它。我们制片好不容易搞来的，找了半天市场里找到。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我放一个那个，怎么你就已经准备好？你还有伴奏吗？我需要伴奏。所以你现在写的稿子我还没看，就是刚才那个。对，还是应试，不还是扣着主题的。对，它的主题的名字叫做18岁的年轻人。我让你知道什么叫2035年。开始吧，我的歌。云层龙，风从虎，圣人坐而万物睹。过肩龙，我身上有，曾是人间第一流。说当年匹马觅封侯，他们多少亲主葬骷髅。见天地，见众生，我高处苦寒见孤僧。见古人燃古灯，见多少英魂梦里飞升。我见过桃园三结义，也见过小人绿于利。我见过美人难自弃，也见过卖身不卖艺。我认识赛马的田忌，也用过过墙张良计。我曾被兄弟们背弃，才仰慕二爷的忠于义。我拜访过汨罗的屈原，也偶遇过周公夜不眠。我听过阮籍的清谈，也加入过莫迪的社团。我走过太白的水道南，也游过桃水的桃花源。我亲见过岳飞身上疤，也亲吻过隔江后庭花。我牵马卫青在强悍，也追随过凌迟的袁崇焕。我立过的盖天不是功，难忘的雪中的卖炭翁。35灭佛我正念经，赵括出征我正当兵。我见过苏轼被双规，也知道程璧爱双。我见过勾践吃粑粑，也听过敬腾喊马麻。我想提携玉龙为君死，进了汉册忘代纸。我感叹这大梦谁先觉，也曾迎风尿过血。我扇过多嘴的灶王爷，才立这世间的无量劫。
你看正好卡上音乐，这是都是知识，就是 knowledge， 就是这知识都需要咋？主要是你还是这么短时间写的，你就直接原创了。我可以现场教你一下。你是以前真的练过海麦的吗？我是特别喜欢这种亚文化，大家老是鄙视这种亚文化，但是我特别感兴趣。其实我也很感兴趣，说真的。对，但是我就一直练，我就练不会。后来我得了一场病，你会了？小病，哮喘。我得完了之后我就会了，因为你像我们这些 MC 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压声，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压声，把声音压下来，声音越低，它方显我男儿英雄本色嘛。所以你跟着我学一下，你这样，你看张嘴，然后你口腔、胸腔、盆腔共鸣，你这样。好，跟着我来，1 2 3 4 5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上山打老虎。来届百年难遇的奇人。你真的，你当什么 UP 主？你真的是太亏了。我可以把影视器材写成这个。哎，对呀，对呀，可以。阿莱索尼加加能，他做事真是不太行，这不太能。你来我这一趟，你回去不是搂了完了，一星半点？我回去，我们公司人傻了，这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公司老板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今天这个对我的精神伤害有点过大，就从来没有采访过一位 UP 主以后，精神层面上产生了如此之大的震撼。现在聊完那些以后，我想来对你提出一些问题，我想应该是很多观众也比较好奇的。就首先，这基本上今天见过你之后，我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能出这样的爆款作品，本质上不是运气。那假如说我们来看一个100万级播放的视频，你觉得它会具有什么特点或者共性？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至圣文则也，文圣智则仕，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本来是想告诉什么样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因素才会成为一个君子，但其实爆款也是这样。他说：“至圣文则也，智就是本质，就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区 UP 主，你到底有没有干货？文是什么？文是修饰，让大家感兴趣，不会睡着，甚至玩点梗，甚至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至圣文则也，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这个话，就是说，你太干货了。”观众1秒钟都打不开，我为什么不去看教科书？我为什么不去看工具书呢？那文圣智则使，你只有那些修饰的东西，你不就成了一个营销号了吗？所以文加智，文质彬彬，然后爆款。这个挺有意思的，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从这个孔子这边来得出如何做爆款视频这个结论的。对，虽然估计孔子自己也没想到，但是这个爆款视频确实被孔子归纳出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爆款，这个大爆是你在发之前你就知道的，还是你觉得是个偶然？偶然性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一定不要去做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邪恶的，很多人尝试着在做，就是去敏锐的捕捉到，然后操纵民众的情绪。这个东西你千万别这么干啊！上一次这么干的那个人自杀了，他叫希特勒，就是。但是你只要你出现这种100万的爆款，说明你连续产出，说明你有方法论。但是你像这种几千万、全网好几亿的这种爆款，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不小心踩到了民众的一个隐忍很久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爆发点上。这种东西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确实，就我们做的内容上面也有这种感觉吧。对，要到这种传播度的话，确实也很可怕。对，对你个人来说，哪个阶段对形成今天的你有最重要的影响？就今天做自媒体的影响，应该说形成你这个人格吧。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访谈，你也会发现我的一些文体、文风啊，有些黑色啊，有些阴阳怪气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从小开始一直都是那种香脆酥甜红花少年，就是谁见了谁都夸。后来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在高中和大学。就高中的时候，我发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居然被他骗了10几年。就你比如说，我把我的历史，我就是很少学，但我就是年级第一。我把学历史的所有时间，历史老师课上在讲，我把历史书下面偷着放一本数学书，我付出比别人3倍的努力，我的数学仍然满分150嘛，我永远上不了120。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就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后来上了大学。
就是彻底的迷茫掉，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就是在那段时间，你肯定希望去抓取一些希望嘛。我是在上大学期间的时候，以非常高的密度看了大量的黑色幽默的文学啊，黑色幽默的电影。OK， 所以这段周期是你觉得对你的人格塑造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对，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前，我的人生都是春天。在文字创作上，或者说应该说就说未来吧，你的理想或者你想做什么？文字创作上，我的理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不用靠文字来赚钱。我赚钱的行当、赚钱的营生跟文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文字是我的爱好，我就感觉爱好变成工作。对，有的人能处理得很好啊，可能比如说你，但是我处理不好，我只想写点我自己喜欢写的字。我不想为了挣钱去写，这里面必然会发生冲突，我讨厌这种冲突。下面我们有请喊麦王一哥猜想。那你可以以后就要改成一哥喊麦了。对，MC 一哥，我们行内是这么说的。OK，MC 一哥。对我感觉你还得再接着跟我学啊，学的还是有点少。不好意思，哥，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所有的创作成果都是本质上会和信息差有关，对吧？你在帮别人打破信息差，你在给他提供更多他所不知道的信息或者搞笑。但是越是爆款，你会出现面对的人群越多，这个信息差的这个距离也会越大，所以很容易会有误解。你会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个信息差吗？其实我一直希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多挣点钱。但我没有挣巨多无比的钱的这种欲望，那所以把这个账号呢控制在一个合适的一个体量。所以我包括我跟我媳妇说过，我说我希望如果说2023年我们的粉丝能够降一些，因为你做一个新视频会涨一些粉丝嘛。然后一看，因为就关注过来了，说哎你怎么不讲这种瘸老头的这种故事了？他就会掉一批粉嘛。我还是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另一面，母猪的产后护理，配个阉割指南，不说正常话，对吧？对，那种，大家好像好多人说，29的视频他在期待我能不能再讲另外一个悲情的故事。我那个是一个自我表达，我不是为了流量赚钱去的，所以那个确实是偶尔为之。它就一个29，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道理。对，就是这个道理。不会后面有395、49和复仇者联盟一样。对，所以该取关的也可以取关我，因为以后我又会不正经起来了。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务必3连转发、关注。不能说关注你了，因为你刚刚说你想粉丝少一点。喜欢我的朋友请取关。喜欢一哥老师的朋友请取关他。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